There are over 550 million firearms in worldwide circulation. That's one firearm for every 12 people on the planet. The only question is, how do we arm the other 11? 现实版的战争之王，苏联情报精英，全球冲突的幕后推手，名副其实的死亡商人，他就是维克托·布特，一个被美国政府动用整个国家机器追捕了10几年，并最终判处25年重刑的全球头号军火贩子。但在2022年，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传来，华盛顿方面竟然同意，俄罗斯用一个被关押的美国篮球明星布里特·尼格里纳换回了这个臭名昭著的军火商。而更魔幻的是，布特返回俄罗斯后，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摇身一变当选为地方议员，成了一位受国家保护的政治人物。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维克托·布特究竟是何方神圣？他手上到底握着什么牌，能让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为他做出如此巨大的让步？而他的回归究竟是克里姆林宫的一次外交胜利，还是意味着死亡商人的传奇将会迎来新的开始？本期视频我们就来揭开这个游走于战争与政治边缘的男人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想了解维克托·布特这个人，我们得先把时间定格到1991年12月25日。那一天，随着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缓缓降下，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轰然倒塌。这场政治巨变对于无数人来说是一场信仰的崩塌和生活的巨变，但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说，这却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机遇。而维克托·布特就是这群时代对手中的佼佼者。1967年，布特出生在苏联的塔吉克加盟共和国，一个帝国边陲之地，但他的命运却从一开始就与帝国的核心紧密相连。他的人生履历中最关键的一笔就是毕业于莫斯科军事外语学院。这所学校在苏联时期堪称神秘，它并不像伏龙芝军事学院那样名声在外，但在情报界，它的代号却如雷贯耳，因为这里被公认为是苏联军事情报总局格鲁乌和克格勃的人才基地。在这里，布特不仅展现出惊人的语言天赋，据称他能流利使用俄语、英语、法语、葡萄牙语、乌兹别克语，甚至是非洲的一些方言。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接受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训练，而是一整套包括情报分析、跨文化交际、战略思维在内的精英特工教育。关于他毕业后的军衔，说法不一，有说是空军中尉，也有更具传奇色彩的说法，称他是格鲁乌的少校。但无论具体身份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布特在苏联体制内积累了2样东西。这2样东西，第一是人脉，尤其是在苏联空军和后勤系统中的人脉。他认识那些管着飞机、守着仓库的人，知道哪些装备即将退役，哪些物资可以被灵活处理。第二是事业。80年代末，他曾作为军事翻译官被派往非洲的安哥拉，参与苏联支持的军事行动。这段经历让他亲眼见证了在远离莫斯科的土地上，战争是如何进行的，武器是如何流动的，以及当地的政治生态是多么的混乱和有机可乘。他就像一块海绵，贪婪地吸收着这个帝国提供给他的一切知识和资源，静静等待着一个可以让他大展拳脚的时代。而1991年，这个时代来了。苏联的解体带来的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军事资产大甩卖。曾经令整个北约夜不能寐的数万辆坦克、飞机、火炮以及堆积如山的轻武器和弹药，在一夜之间成了无人看管的破烂。他们的账面价值高达数百亿美元，但实际的看管者可能是一些几个月没领到工资的低级军官和百无聊赖的士兵。对于布特来说，这就是他一直在等待的绝佳时机。供应端是几乎不要钱的取之不尽的武器，而需求端则是从非洲到亚洲无数的军阀、叛军和部落武装，他们都急需这些廉价、皮实、耐用的素质武器。而在这条供应链上，唯一的瓶颈是什么呢？是物流，是如何把这些武器从乌克兰的某个废弃机场运到刚果的丛林深处。而这恰恰是布特的专业领域。他启动了他在军中的所有人脉，用一种外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开始了他的原始积累。那些曾经承载着苏联空运力量荣光的安东诺夫和伊尔76重型运输机，在当时许多都处于封存或半报废状态，维护他们的成本高昂，新成立的俄罗斯政府根本无力负担。布特以极低的价格，甚至可能只是通过几箱伏特加和一些承诺，就拿到了这些飞机的使用权，然后通过在阿联酋、沙迦等地注册一系列航空公司，比如他最核心的塞斯航空，把这些飞机变成了他私人的财产。在短短几年内，他就建立起了一支拥有超过60架飞机的庞大空中舰队，这在当时是全世界任何一个私人企业都无法比拟的空中力量。
至此，布特的帝国拼图完成了最后一块。一个毕业于情报学院、掌握多国语言、熟悉国际军事政治，又手握一支强大运输机队的年轻人，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维克托·布特的商业模式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极致的地缘政治套利。他利用信息差、法规漏洞和物理运输能力，将一个地方的过剩产能精准地投放到另一个地方的刚性需求上，并从中攫取超额利润。只不过他交易的物品有些特殊。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在东欧某个偏远的废弃军用机场，一架属于布特公司的1276运输机正在装货，机舱里塞满了一箱箱崭新的 AK-47突击步枪和一摞摞 RPG-7火箭筒。这些武器可能在几天前还静静地躺在某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武库里，待销毁的武器。几个小时后，这架飞机将会在夜幕的掩护下降落在非洲中部某个连像样跑道都没有的土质简易机场上。等在那里的是当地某个军阀的部队，他们会用一袋袋的钻石或者是一卡车的稀有矿石来支付这批救命的军火。完成交易后，飞机立刻起飞，可能在返航途中，他还会顺道接一单合法的生意，比如帮某个国际人道组织运送一批救援物资，或者帮某个欧洲国家撤离侨民。这就是布特帝国的运作逻辑。他用合法的货运业务作为整个网络的掩护和支撑，然后利用这个网络中的空隙进行高风险、高回报的军火走私。他的整个企业架构被设计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迷宫，几十家航空公司、贸易公司、金融公司被注册在阿联酋、塞浦路斯、直布罗陀等监管宽松的离岸金融中心。飞机的注册国和所有权被频繁的更换，资金则通过无数个空壳公司的账户进行转移和清洗，这使得任何想要追踪他的国际调查都举步维艰。布特的核心竞争力并不仅仅在于他拥有飞机，更在于他能够整合和调动一个庞大的跨国专业团队。这个团队里有经验丰富的苏联老飞行员，他们能在最恶劣的条件下驾驶着老旧的运输机起降；有精通国际法律的律师，他们擅长利用各国法规的漏洞，为每一次飞行披上合法的外衣；还有遍布全球的中间人和情报贩子，他们能准确地告诉布特哪里又爆发了新的冲突，哪一方最需要武器，以及谁能为此付钱。而布特本人则像一个坐在蜘蛛网中心的蜘蛛，通过多部卫星电话指挥着他遍布全球的机队。他的客户名单堪称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全球恶人路的缩影。例如在非洲，他与利比里亚的查尔斯·泰勒就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据说泰勒甚至给了布特利比里亚的外交护照，方便他在全球通行。不过能力还是次要的，布特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在于他彻底的非意识形态化。他不在乎客户是谁，是政府军还是叛军，是左翼游击队还是右翼民兵，只要给钱他都卖。在安哥拉内战中，他甚至被指控在不同时期分别向对立的双方都出售过武器。他就像一个冷酷的商人，精确地计算着战争的回报率。他提供的武器往往不是最先进的，但一定是最皮实耐用、最适合游击战的。他确保冲突能够持续下去，但又不会迅速升级到引发大国干预的地步，因为一场可控的、长期的低烈度冲突对他来说才是最完美的市场环境。然而，布特的野心并不仅仅局限于在非洲的丛林里倒卖 AK-47，他把目光投向了当时全球地缘政治最敏感的地区——阿富汗。90年代末，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大部分地区，但仍面临着北方联盟的顽强抵抗，双方都急需武器补充。布特抓住了这个机会。根据后来披露的情报文件，他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交易，向塔利班政权提供了包括运输机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交易总额高达5000万美元。这笔交易彻底改变了游戏的性质。随着911事件的发生，一切规则都变了。塔利班被定义为窝藏基地组织的恐怖政权，任何与他们有染的人都被美国贴上了恐怖主义支持者的标签。布特与塔利班的这笔交易就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美国反恐机器的全部怒火。他从一个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军火商，一跃成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公敌。一场针对他的全球追捕即将拉开大幕。而布特自己似乎还没意识到，他所面对的将不再是联合国那些软弱无力的制裁决议，而是一个超级大国倾尽全力的致命打击。911之后，美国的情报和金融网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始运转，中情局、联邦调查局、财政部以及缉毒局都被动员了起来。维克托·布特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他们的高价值目标上。起初，美国人试图用常规手段来对付他。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动了一场金融闪电战，他们通过追踪复杂的资金流向，一举将与布特有关的30家公司和4名关键合伙人列入了制裁黑名单，冻结了他们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产。
并禁止任何美国实体与他们进行交易。这一招确实给布特的网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但并没有伤及其根本。布特的核心业务本就游离于主流的金融体系之外，他更习惯用钻石、木材、石油，甚至是现金进行交易。眼看金融打击效果有限，美国人明白必须将布特本人绳之以法，才能彻底摧毁这个军火帝国。但问题是，布特本人行踪诡秘，他几乎从不去那些与美国有引渡条约的国家，而且身边时刻有保镖，常规的逮捕行动风险极高。于是，一个大胆而精密的诱捕计划开始酝酿，而执行这个计划的正是最擅长卧底和设局的美国缉毒局 DEA。为什么会是 DEA？ 因为他们常年在南美等地与贩毒集团和反政府武装打交道，对于如何伪装成买家，如何赢得对方信任，他们有着一套别人无法比拟的剧本和经验。DEA 将目标锁定在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这个身份上。FARC 是当时南美最大的反政府武装，被美国定性为恐怖组织。他们常年与哥伦比亚政府军作战，而后者则一直受到美军的顾问和装备支持，因此 FARC 有充分的动机去购买能够对抗美军的武器。而计划的关键一步是找到了一个能够接触到布特核心圈的线人，这个人名叫安德鲁·斯穆里安，是布特的一名长期商业伙伴。在被 DEA 逮捕后，斯穆里安选择了合作，成为了诱捕布特上钩的最重要的一枚棋子。2008年初，斯穆里安联系上了布特，声称自己搭上了 FARC 的高层，对方急需采购一大批军火，并且愿意为此支付天价。经过几个月的铺垫和试探，布特逐渐放下了戒心。DEA 的卧底特工则扮演着 FARC 的指挥官卡洛斯和里卡多，他们通过加密电话和邮件与布特进行谈判。在谈判中，他们故意表现得残忍、多才且财大气粗，完全符合一个南美游击队头目的形象。他们向布特提出的采购清单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除了常规的上万支步枪和数百万发子弹外，核心是那100枚 9K38 真式便携式地对空导弹。在通话中，卧底特工反复向布特强调，购买这些导弹的目的就是用来击落那些在丛林上空盘旋的美国黑鹰直升机和为哥伦比亚政府军提供情报的美国侦察机。这些对话全都被 DEA 秘密录音，成为了日后在法庭上给布特定罪的铁证。布特一生精明，却在这里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可能认为与 FARC 这样的组织做生意，与他过去和非洲军阀打交道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高风险高回报的买卖。他没有意识到，当交易的另一端明确地将美国人作为攻击目标时，整个事件的性质就已经从军火走私升级为了恐怖主义。此刻的他已经被巨额的利润蒙蔽了双眼。最终，双方约定在泰国曼谷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谈，敲定交易的最后细节，包括运输路线和付款方式。而选择曼谷也是美方精心策划的结果，因为泰国与美国之间有着相对稳固的引渡协议。2008年3月6日，布特从莫斯科飞抵曼谷，住进了索菲特酒店。当他走进与买家约好的会议室时，他看到的是2位 FARC 指挥官热情的笑脸，以及桌上摆放着的哥伦比亚地图和武器清单。他不知道的是，整个房间早已被 DEA 和泰国警方用针孔摄像头和窃听器严密监控，酒店的周围也布满了便衣特工。在长达1个多小时的会谈中，布特滔滔不绝，详细介绍了他将如何通过空投的方式将武器精准地送到 FARC 在哥伦比亚的营地，甚至还讨论了如何为 FARC 采购更多的先进武器，包括攻击无人机。当他以为这笔大生意即将尘埃落定时，会议室的门被猛地踹开，荷枪实弹的泰国皇家警察突击队一拥而入。布特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他几乎没有任何反抗，就被死死地按在了地毯上。这位纵横全球军火市场近20年的死亡商人，他的职业生涯以一种他可能从未想过的方式戏剧性地终结了。布特的逮捕立刻在全球范围内引爆了一场复杂的多方势力博弈。美国方面兴高采烈地宣布这是反恐战争的一次重大胜利，并立刻向泰国政府提出了引渡布特的请求。而克里姆林宫的反应则异常激烈，俄罗斯外交部将这次逮捕行动定性为非法的政治绑架，并指责美国利用钓鱼执法的卑劣手段陷害俄罗斯公民。他们动用了一切外交和非外交手段向泰国政府施压，要求立即释放布特。泰国政府则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一边是自己的传统盟友美国，另一边是日益强大的俄罗斯，两边都得罪不起。这场围绕布特的引渡官司变成了一场美俄两国在泰国上演的激烈法律战和舆论战。美国派出了顶尖的检察官团队，向法庭提交了长达数百页的证据材料，包括布特与卧底特工的完整录音。
而俄罗斯方面则为布特聘请了泰国最顶尖的律师团队，他们辩称布特的行为属于政治范畴而非刑事犯罪。FARC 与哥伦比亚政府的冲突是政治问题，因此不应被引渡。2009年8月，泰国刑事法院的一审判决出人意料，法官以案件具有政治性质为由，驳回了美国的引渡请求。这一判决让华盛顿大为震惊和愤怒，而莫斯科则弹冠相庆。但美国并未放弃，他们立刻提出上诉，并向泰国政府施加了空前的政治压力，暗示这可能会影响到两国的军事和经济合作。在之后的1年里，水面之下是美俄两国情报机构的激烈角力，水面之上则是各种外交手段的密集应用。最终，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2010年8月，泰国高等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裁定维克托·布特可以被引渡到美国。尽管俄罗斯方面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称这一裁决是不公正和非法的，但大局已定。2010年11月16日，在严密的安保措施下，布特被从监狱中提出，而一架隶属于美国司法部的湾流飞机早已等候他多时。这位前苏联情报精英，后冷战时期最成功的军火之王，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超级大国的全球法网。他的下一站是纽约的联邦法庭，等待他的将是一场决定他后半生命运的审判。抵达美国后，布特被关押在纽约戒备森严的大都会惩教中心，等待他的是一场在美国司法体系下几乎毫无悬念的审判。2011年11月，在听取了大量由 DEA 秘密录制的录音证据后，纽约南区联邦法院的陪审团仅用了几个小时，就裁定检方提出的包括密谋杀害美国国民、密谋杀害美国官员、密谋获取和使用防空导弹，以及密谋向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在内的4项重罪全部成立。2012年4月5日，法庭正式宣判，维克托·布特被判处25年监禁，这是法律规定的该系列罪名的最低强制刑期。在法庭上，布特始终坚称自己无罪，他声称自己是一个合法的商人，只是不幸地落入了美国政府精心设计的陷阱。而在宣判时，主审法官施拉·沙因德林也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表示，之所以选择最低刑期，是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如果不是因为这次诱捕行动，布特先生会犯下他被定罪的罪行。这句话在当时被广泛解读为，法官本人也对 DEA 钓鱼执法的正当性存有疑虑，但这并不能改变判决结果。布特随后被转移到位于伊利诺伊州马里恩的一座高度戒备的联邦监狱，开始了他漫长的刑期。在很多人看来，这位战争之王的传奇将就此在铁窗后落幕。然而，他们都低估了布特在克里姆林宫眼中的价值。从布特入狱的第一天起，俄罗斯政府就从未停止过将他要回去的努力。在几乎每一次美俄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谈判中，布特的名字都会被俄方提及，他成了一个横亘在两国关系中的一个象征性的符号。美国方面始终态度坚硬，他们清楚地知道布特是一个多么有分量的筹码。直到2022年，一个意外事件为这场持续了10多年的僵局带来了转机。美国女子篮球明星布里特尼·格里纳在莫斯科机场因行李中被查出含有大麻油的电子烟，而被俄罗斯方面逮捕，并最终被判处9年监禁。这一事件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巨大的舆论风波。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如何安全地救回这位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成了一个棘手的政治难题。莫斯科方面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他们开始释放信号，暗示可以用格里纳来交换某位被美国关押的特定俄罗斯公民。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说的是谁。经过数月紧张而秘密的外交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协议。2022年12月8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的机场上演了冷战结束后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囚犯交换。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布特与格里纳在停机坪上擦肩而过，各自走向了回家的飞机。死亡商人在被囚禁了近15年后重获自由。返回莫斯科后，布特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迅速加入了由普京盟友领导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并在2023年9月毫无悬念地当选为乌里扬诺夫斯克州的地方议会议员。从一个被美国定罪的国际弃儿到重返祖国并迅速成为受国家保护的政治人物，布特的魔幻经历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号：他在俄罗斯精英层眼中绝非一个普通的罪犯，而是一笔不容有失的国家资产。他过去的行为或许在国际法上是非法的，但在某些人看来却是在为国家利益服务。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位年过半百的战争之王会就此金盆洗手，在政坛上安享晚年时，一条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爆料却让所有密切关注他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根据一名高级情报官员透露的消息，维克托·布特可能已经重操旧业了。情报显示，布特正在积极利用他过去的人脉，试图通过伊朗的运输网络向也门的胡塞武装出售武器。
虽然这条消息目前还无法得到最终证实，但它提供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可能性，那就是波特的议员身份或许不仅仅是国家对他过去功劳的一种奖励，更有可能是为他未来的生意提供了一层完美的官方豁免权和保护伞。毕竟，还有什么能比一个拥有外交豁免权的议员身份更适合用来掩护那些见不得光的秘密交易呢？死亡商人的归来似乎并不是故事的终点，而仅仅是第2集的开始。好了，关于维克托·布特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关于维克托·布特，你认为他是一个纯粹的投机商人，还是克里姆林宫一枚至关重要的战略棋子？重出江湖的死亡商人，他的下一批军火又将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再次点燃战火？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1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